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青木厚医生所著的《空腹才是最强的药》这本书。在日常生活中，您是否曾经感受过吃完饭后就想马上睡觉，或者感到毫无动力，情绪波动较大，莫名其妙地感到烦躁？如果你有这些症状，观看这个视频可能会帮助您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饮食方法。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这本书由青木医生根据他在诊所治疗不同患者的经验所著，提出了一种终极的饮食方法。总的来说，正如书名所示，通过延长空腹时间，可以预防身体的各种不适、疾病以及衰老，从而帮助您获得健康。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一日三餐会引起的问题；第二，制造空腹时间的重要性和效果；第三，制造空腹时间的技巧。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一日三餐会引起的问题来开始解释。大家通常一天吃几顿饭呢？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回答是3餐。然而，吃3餐对我们的身体并不利，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内脏器官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每天定时进食的习惯会导致胃肠疲劳，进而引起身体的不适。当食物进入胃部后，消化通常需要2到3个小时，高脂肪食物则可能需要4到5个小时，而小肠则需长达8个小时来分解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素和水分。大肠则需要15到20小时来吸收小肠未消化的物质。然而，每天吃3餐的话，早餐和午餐之间只有4到5个小时的间隔，午餐和晚餐之间则有6到7个小时的间隔。这意味着上一餐食物的消化还未完成，下一餐的食物就已经开始进入胃肠，导致内脏器官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不断地进行消化活动，最终可能导致越来越疲劳。那么，胃肠疲劳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首先，身体无法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营养素，例如，身体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不足，会导致容易疲劳，皮肤和头发的状态变差。其次，更容易出现烧心、胃胀和食欲不振等现象。烧心是由于食道和胃之间的肌肉变弱，导致胃液逆流回食道引起的，这也会影响食欲。如果您最近感觉烧心或胃胀的次数增多，那么您需要让您的胃肠好好的休息一下。接下来是第2个原因，容易导致过量进食。大家是否习惯在固定的时间吃饭呢？每天3餐的饮食习惯很容易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吃得太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固定时间进食的习惯会让我们在身体并不需要能量的时候继续进食。比如说，上一餐已经摄入了高热量的食物，但到了下一餐时间，我们仍然会继续进食，这就导致了过量进食的问题。此外，人体的胃是具有伸缩性的器官，会根据摄入的食物量进行膨胀。那些习惯性吃得过多的人，他们的胃已经适应了膨胀的状态，会不断接受超过身体实际需要的食物量。因此，除非特别控制饮食，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已经吃得太多了。那么，过量进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它会增加人体内的活性氧，导致老化和各种疾病。活性氧具有氧化能力，可以杀灭病毒和排除体内的异物，但同时也会损害体内的 DNA 和细胞。当体内的活性氧过多时，细胞就会受损，导致细胞老化，加速皮肤皱纹和色斑的形成，甚至可能引发癌症等疾病。因此可见，每天3餐的饮食习惯会引发多种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调整饮食次数和内容呢？如何避免过量进食所带来的危害呢？答案就是本书的核心主题：制造空腹时间。接下来是第2部分，制造空腹时间的重要性和效果。空腹时间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保证8小时的睡眠和8小时的空腹。这样做可以让身体得到重置，保持身心的年轻和健康。为什么8小时睡眠加上8小时空腹会有这样的效果呢？这是因为在最后一次进食后大约10小时，
肝脏储存的糖分会耗尽，身体将开始分解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而当空腹时间超过16小时，体内的自噬机制就会开始运作。自噬机制是由东京工业大学荣誉教授大于2点发现的，并因此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机制能够从内部更新旧细胞，使其焕然一新。通过这种自噬作用，细胞得以更新，将体内不需要的物质和废弃物清除，从而激活细胞和器官的功能，减少患病的可能，保持身体的年轻。此外，自噬机制还能分解和清除进入细胞的病原菌，是维持健康的重要机制。当不进食的时间连续超过10小时，脂肪的分解就会开始；超过16小时，自噬机制就会启动，从而促进健康。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下保持空腹时间所带来的3大好处。首先是第一个好处，激活内脏功能。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通过保持空腹时间，能够让内脏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从而改善腹泻、便秘、过敏以及体质不良等问题。此外，由于体内活性氧的减少，还能预防因活性氧而引发的细胞老化和癌症等疾病。接下来是第二个好处，促进脂肪分解和改善血液循环，从而预防生活习惯病。再次强调一下，最后一次进食后10小时，我们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脂肪以供能源。空腹的时间越长，脂肪的分解就会越多，从而减少血液中的脂肪含量，有利于血管的通畅，改善血液循环。这有助于减轻因高血压和血液循环不良而引起的健康问题。此外，内脏脂肪和血管障碍是导致癌症、糖尿病、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等生活习惯病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通过保持空腹时间，能够显著降低患上这些疾病的风险。接下来是第3个好处，可以激活细胞的自噬机制。在最后一次进食后16小时，细胞内的老化蛋白质将被清除，为新蛋白质的生成创造空间。这样做有助于更新和改善细胞功能，从而促进整体健康。如今，自噬不仅被认为能预防癌症和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还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感染等疾病，并延缓皮肤和肌肉老化的进程。因此，自噬可以有效应对多种健康问题。通过保持空腹，可以修复每天3餐和过量饮食对身体的潜在损害，使身体内部焕发新生。这也是为什么空腹被誉为最强的药物之一。接下来是第3部分，制造空腹时间的技巧。主要规则是确保睡眠时间加上白天的一些时间，总共16小时不进食。实施的要点有以下3点。第一个要点是如何确保16小时的空腹时间。本书推荐的方法是这样的：在睡前至少4小时完成晚餐进食，然后保持8小时的睡眠，醒来后再过4小时才吃早餐。这样一来，您在睡眠期间无需忍受饥饿感，而只需在早晨保持空腹4个小时，就能轻松实现超过16小时的空腹时间。每天坚持这种模式是最理想的做法，但如果因工作或家庭原因难以做到，每周进行1次，特别是在周末进行，也能带来身体的重置效果。因此，您可以从每周1次开始尝试，逐步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第二个要点是，在进食时，您可以自由选择吃什么和吃多少。在经过16小时的空腹后，人们往往会有强烈的食欲，想要食用含大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米饭、面条、面包，甚至甜食。这些食物往往能够迅速补充能量，带来瞬间的满足感。然而，作者指出，当您坚持16小时空腹的饮食习惯后，身体会逐渐适应这种模式，并且增强对饥饿的耐受能力。这意味着您不再容易陷入暴饮暴食的情况，能够更加理性地选择进食的食物种类和分量。保持16小时空腹的习惯，并非简单的限制进食时间，而是通过让身体适应较长时间的空腹状态，从而调整和优化体内的代谢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体逐渐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储存的能量，不会像之前那样迫切地寻求高糖高能量的食物来补充短期的能量需求。因此，这种饮食方法不仅有助于改善身体的新陈代谢，还能帮助调节食欲和体重。它为您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使您能够在进食时更加自由地选择食物类型和进食量，而无需过度担心对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第3个要点是，在工作中因为饥饿导致工作效率受到影响时，可以选择吃坚果来缓解这种情况。对有些人来说，连续保持16小时的空腹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食用无添加调味的坚果，这是可以随意食用的选择。坚果富含优质的脂肪，有助于控制血糖的急剧上升，并且食用少量即可获得饱腹感。尽管有些人可能担心坚果的高热量和脂肪含量，以及可能导致过量摄入的风险，但在这种饮食的方式下，根本无需过度担心，因为坚果仅是用来暂时缓解饥饿感，并不会长期过量摄入。通过适当的摄入坚果，可以有效地对抗饥饿感，最终减少因无法忍受饥饿而影响工作效率的情况。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